那本来呢，日本企业界想6月的时候请知华派元老河野洋平出山带队进行一下经济联系，结果河野6月8号去世了，自家老爷子都看不下去这帮子不孝子孙了日本国内的关西经济联合会等工商界的大佬们最后急得直跳脚，因为政治对抗导致的供应链断裂市场份额流失，经贸的这个压舱石眼看就要碎了。那日方呢是拼命的想借多边的场合安排中日外长会晤的主要就是要对业界有个交代，意思就是我已经在努力缓解关系了。结果一点机会也没找到，就只能把短暂的寒暄也编个通稿然后聊以自慰。那对俄罗斯就更骨感了。俄乌冲突一开始，日本就跟着美国搞极限制裁不仅冻结了资产，还给乌克兰送援助。结果今年2月，俄罗斯官方直接定调日俄关系降至0，和平条约不可能谈了那俄罗斯不仅不谈呢，还在南千岛群岛疯狂的加码军事部署，这就意味着日本政客炒作了几十年的北方四岛问题，这扇门被他们自己亲手焊死了。而日本对琉球群岛的行政权属本身它就是有瑕疵的，接下来南面的大门呢，眼看着也要被上锁了。就这还不断的跳着要去给澳大利亚的烈士下跪献花呢，早苗的外交能力就跟某些2代创业似的，越努力越破败。日韩关系其实也一样看着李在明接待早苗就跟搞中老年恋综似的，温情脉脉。但双方当时见面的背景是3月份日本通过了新版的教科书，继续咬定独岛主权，淡化强征劳工的历史，接着又拒绝韩国历史问题活动人士入境，所以在明完全不接茬日韩互相军需支援协定的续签问题。在高市走后直接定调，日本需要直面历史问题，日韩合作才可能向前。换言之，你现在一门心思的搞军国主义化，日韩合作那不是给你当炮灰吗？东南亚这边也是一样，日本以前把东南亚当成自家的后花园，也是他们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支点。但是2026年真实的数据非常无情，中国以 52% 的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日本 45%， 成为了东盟民众的首选合作伙伴。这不仅仅是几个百分点的起落，这是工业文明代际跨越的残酷的照应。当日本的出口目录里依然填满着传统的燃油车、旧式家电这些存量产品时，中国向东盟输出的已经是高铁网络、新能源产业集群和数字支付等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了。失去了产业代差优势的日本，试图通过推销驱逐舰、潜艇和海岸雷达来拉拢越南、菲律宾，打造地缘包围圈。但东南亚的国家现在也非常清醒，他们需要的是提升本国民众的福祉的实体经济红利，而非充当大国对抗的炮灰前线。再说了，对于像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日本吐出来的一些经贸的份额，一大部分被老中吃掉，剩下的也足够让这些有基础电子产业的国家获得足够的国际分工的份额。到底选哪边？其实东南亚国家清楚得很，日本砸了重金四处奔走，换来的不过是几张零散的协议废纸。纵观这一切，其根本原因也并不复杂，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延伸，是实体产业实力与国家战略定力的外化。现在日元节节溃败，本身就是全球资本在放弃持有日元资产的照应，而外交上的越勤奋越失败，证明的则是日本地缘价值的严重贬值。曾经他们的价值是帮西方看住中俄，现在的价值是中俄吃鸡的时候让大家有口汤喝。政治就是这么残酷作为一个已经被当前 AI 产业革命抛下的前科技强国，一个被中东地缘最重要的资源国和全球唯一的关键矿产的提供国拉黑的工业化国家，一个对周边的邻居负有历史责任仍然死性不改的国家，它的结局已经是注定的了。大家拭目以待吧。